文仲大夫有话传告众百姓：越王有难，须得名字为师的女子入贡吴国，或者容貌姣好者，愿为国赴难的，皆可入城应选。得以入选者，国家予粮10担，布2匹，另有酒肉赏赐。你不反悔？不反悔。叫什么？郑旦。多大了？17。家住哪儿啊？我没家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请文大夫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他说。文大夫，各位的嘱托，在下一定带到。文大夫，那边有一女子，请大夫过去说话。请问姑娘，有何建议？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文大夫，是范蠡入吴前托我转交的。在下谢过姑娘，请问姑娘尊姓大名？在下与范蠡交称莫逆，怎么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姑娘？他还不知道我叫什么，怎么与你说呢？如此重要之物，范蠡能够托给姑娘，显然姑娘并非常人。文仲冒昧，敢问姑娘尊姓大名？在下出使归来，一定登门拜谢。拜谢就免了，但我尚有一言相告。请讲。依我之见，文大夫此番出行，不去也罢。在下身为越王托国之臣，亲自送自己的同胞赴异国为奴，当然是莫大的耻辱。可眼下越国的情形，姑娘恐怕也是知道。若抗命不从，后果不堪设想；若不抗命，又能有什么两全之策？望姑娘有以教我。你先把那些无辜的女子送回他们自己的家，我自然有两全之策告知。平心而论，姑娘所命，正是在下心中所愿。只是，若放了他们，吴国那边，吴国不是向你要西施吗？你找不到西施，送再多的姑娘，也是白白的断送了他们。勾践的处境还是一样的糟糕。姑娘所言甚是。听姑娘的口气，莫非你能帮在下找到西施？文大夫说话好会绕弯子呀。凭你的心机，一定早就猜到我是谁了。不错，我就是西施。西施姑娘，文仲万没想到，我越国竟有你这么一位实践臭拙的女子。那些无辜的女子，可以送她们回家了吧？可以，可以。
一剑封喉，大王真是神剑。太宰，该你了，不得故意谦让，如果让孤家看出来，那可是要罚酒的。是，真要罚酒啊？我看也该先罚相国。大王如此盛会，他却姗姗来迟。禀大王，吴相国到了。你看，相国不是到了吗？走，陪孤家去迎迎相国。早知如此啊！下回大王再有宴请，臣也吃来就是，这样还能有格外的礼遇，多好啊！你这个太宰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气量太小了。什么事都与相国去争，相国年岁大了，连孤家都得让他3分。你难道不知道“将相和，万事兴”？这还需要孤家一再的提醒你吗？是。范青，不要忘了，今日你是陪老夫来赴大王盛宴。怎么，勾践见到老夫也不问候一声？罪臣勾践拜见相国大人。待会儿给大王洗完了车马，把老夫的车马也洗一洗。勾践遵命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那天才出城，遇上相国大人，大人就都把我们收进相府了。都收进相府里。那你在那儿都做什么？灵玉现在是侍女，相国大人让我服侍范大夫。范蠡。你每天都跟范大夫在一起？好，那就好。大王，灵玉现在每天都念着大王。我现在不是大王，是奴隶。让我来吧。在下提议，祝我们的大王早成霸业，领袖群伦，英名远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。老夫这杯酒，祝今日之宴君臣同乐，尽兴尽醉。好，大王，老夫还没有讲完。老夫想，要想尽兴尽醉，那就应该有助兴之举啊。老夫忽然想起一举，或许可以为大王助兴。
相国的主意肯定是错不了，快讲。大王，我不是大王，是奴隶。大王，快拿回去！大王，我不是大王，我是。你打我吧，肉是我拿的，与大王无关。我不是大王，我是奴隶。听见了吧？这儿只有一个大王，他是什么大王？马族奴隶。勾践，你自己说，今天你该不该受吃？该。大王，你个小女子，你给我闪开！闪开！好你个小女子啊，算你有种！马爷，我就今天成全你这片忠心。住手！勾践，大王传你，跟我走。勾践遵命。禀大王，勾践来了。好，传。勾践，你的剑术不是很好吗？来，舞一段，给孤家和诸位助助酒兴。来吧。勾践遵命。相国大人，太宰大人，诸位大人见笑了。慢！大王，剑术再好，一人独舞怎么能够助兴呢？小将愿与之对舞，为大王一助酒兴。哈哈，队伍当然是好看了。不过既为剑舞，不可互相伤着对方。是，小将遵命。如若不是伤了他，小将愿抵命就是。好，来吧。谢大王。大王，既然是舞剑助兴，就是二人队伍，已成之剑，不妨用木剑吧，免得舞到兴处谁伤了谁，反而不是助兴之意了。太宰是为勾践担心了吧？臣是为双方担心。勾践若是伤了相国大人手下军将，固然不好收场；可要是在此场合勾践受了什么意外的话，与大王的名声也不利。太宰多虑了。勾践的剑术，孤家是领教过的，要想赢勾践，恐怕还不太容易。啊，来吧。大王，您看出名堂来了吗？是。
什么名堂？大王难道丝毫没有觉察吗？你是说勾践的见识？临危不乱，临难不惊，凛凛然王者之风。一个甘心为奴的人，是不会悟出这种见识。如此不堪一击的王者，恐怕是相国所料之外吧？不像王者的王者，更难对付。喂，住手！无赖！吴国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卑鄙小人？罪臣有辱王命，扫了大王的酒兴，罪臣甘愿受罚。勾践是吴国死敌，谁让他杀了他？别说做小人，做厉鬼我也干。大王，小将有言在先，绝不让大王难堪。大王，小将见了献王，会让他评个理。除此下策，传出去大王的颜面还要不要？颜面重要还是安危重要？吴国安若磐石，大王屹立如山，何为之有？勾践在，吴国就没有安全，大王也不会有安宁。一个奴隶，也能给国家带来威胁，那这个国家也太弱不禁风了吧？岂不闻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？勾践不是一般的奴隶，他还是越国的国王啊！大王，蚁穴只要有蚁王在，那他的生聚之力可怕得很呐！大王，勾践降吴为奴，以为世人皆知。此时若杀勾践，无论什么理由，都会招来世人耻笑。吴国倘若连对付一个奴隶的自信都没有，又将如何面对诸侯列强呢？诸侯列强是对手，但是充其量也只是外敌呀。而勾践是大王的心腹之患呐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都不要争了。你们说的各有各的道理，孤家心里是自然有数。老相国，以后此等鲁莽之举不可再发生啊！夫人，主公，这是创药。多谢大人关心，药我们有了，您还是赶快请回吧，免得你主子知道了不高兴。夫人，我来吧。这些外伤，范蠡以前治过。你现在是人家座上贵客，我们是贱奴，怎敢劳你大驾？少说两句吧，你先出去看看。他心里有怨气，让他
发泄发泄也好。你别在意。怎么会？今日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臣以为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能这么招呼。主公能临机而变，率先自乱，主动势迫战于敌。这一步虽然冒险，但却出其不意。范蠡要恭贺主公。这也值得恭贺。当然了，我这份用心，既然你都能看出来，吴王会看不出来？吴王或许能瞒得过去，可是能不能瞒得过伍子胥，这就不好说了。这个奴隶真不好当啊！灵玉怎么会进了相府？听说还让他侍奉你。这件事情看起来像是巧合，可这巧合之中，似乎另有神机。只是相国大人此番深意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看不出来。相国大人，伍子胥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已。看来你这个座上客，也不比我这个马足好当啊。有主公这句话，也没什么不好当的。灵玉看上去文弱寡言，内里却是个刚烈的性情，颇有乃父之风。你要尽可能多给他一些告诫，免得伍子胥借刀杀人。西施姑娘清音雅奏，想必得过名师真传，在下不请自来，实在是唐突了。文大夫深夜来访，恐怕不是为了听清音而来。有什么事，你就说吧。是吴国方面又来催了。恐怕是文大夫先告诉那边我的消息了吧。姑娘见谅，在下这么做也是无奈。原想先送个消息过去，或许能够缓上几天，谁知道那边反而催得更急了。我要是再拖下去，文大夫恐怕寝食都不得安宁了。这样吧，你派几个人跟我回家一趟，回来我们就走。行，难为姑娘了。谁？姑娘别慌，是我。我不认识你。我叫郑旦，原是送往吴国的宫女，可是又给他们遣散了。这儿就你一个人住？哦，这院里只有我一个人住，连丫鬟也没有。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小姐，要丫鬟来做什么？可你……那我能不能做你的丫鬟？哎呀，姑娘别！你是想去吴国吧？嗯。为了复仇？你去吴国，不也是为了国家吗？我虽然也恨吴人的残暴，可我去吴国，却不是为了复仇。那你是为了什么？
侯爵，你的伤如何啊？回大王，好了。全好了吗？回大王，还没全好。罪臣不敢欺瞒大王。你的伤远没有好，卸下来吧。以后，你就给顾家做马前卒吧。谢大王洪恩。拿剑来。是。还认得这把剑吗？此剑我用过。罪臣正是用它对大王犯下了不赦之罪。顾家把它还给你，日后你就用这把剑来赎罪吧。谢大王，给我一次再生的机会。走，顾家带你到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去。大人，西施丢了。丢？人怎么会丢了呢？哎，我不是叮嘱过你们吗？啊！快，多召集些人去找去。都去找去。我也去。凭你的直觉，你能猜出顾家要带你去什么地方吗？回大王，勾践以为还没猜到。回大王，回大王，说话怎么这么啰嗦？以后顾家问你话，直说。回大王，罪臣勾践遵命。禀大王，前方就到。嗯。哎。嗯。看见了吧？参见大王。干家，顾家等不及了，所以亲自上门来求你的剑了。大王恕罪。干将自从受命于大王，并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只是，在下预先就对大王说过，要想练成王者之剑，须得天经、地应、人杰三者不可缺一。即使这三者都有了，也还要看运气。运气这东西，更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啊。虚妄之谈。依你这么说，如果顾家运气不好的话，恐怕这辈子都拿不到王者之剑了。大王只要耐心，运气终究会来的。哼，少拿这样的话来糊弄顾家。运气不运气的，顾家不管。拿剑来，拿不来剑，顾家要你的头。大王岂息雷霆之怒，容夫人一言。你讲。干将自从越国回来，夜以继日，为大王打练王者之剑，从未睡满过3个时辰。这期间到底打练出多少把剑，谁也不大清楚。好剑，倒也出过2把，只是未能。剑在哪里？拿来看看。
此剑不错吧？为何不早禀告？剑虽是好剑，却不是王者之剑。大王要的是王者之剑，干将又岂敢欺心隐瞒大王？王者之剑，你说是就是，你说不是就不是。王者之剑到底是什么样？就凭你说吗？当然不是。王者之剑，先师曾道。道什么？大王，既然不信空口之说，干将就用事实来为大王证明吧。大王，可否借他的剑，给干将一用？这把剑，可是你师兄的得意之作，可惜现在已经毁了。勾践，把剑借给他。请大王出剑。大王，请发力呀，就像战场上一样。把剑还给他。勾践，你来。大王，勾践不敢。是剑而已，有何不敢？你是心中所虑甚多吧？大王慧眼，罪臣确有所虑。不瞒大王，讲。罪臣自会稽山下顺天命而降吴，既已立下重誓，此生绝不在大王面前动剑。不错的誓言。誓言是什么？誓言是人们用来约束自己内心的重戒。你心中所虑甚多，所以你要用誓言来约束你自己的内心。罪臣无可辩驳，罪臣只能听凭大王的处置了。免了吧。此时此地，国家只想与你试剑，并不是要试你的内心。勾践遵命，集中精神。顾家可要出剑了，弄拙了可要受罚的啊！大王，请出剑吧。还击呀！为什么不还击？还击，这下可要下杀手了。大王且住！大王，恕干将无能，再打下去，大王的剑要顶不住了。不愧是王者之剑啊！即便是断了，也小事不得啊！国家如此器重你，给你这么好的条件，你却连你死了的师兄都不如，你还有脸说是铸剑名家吗？你这样的破烂货，你叫名剑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出去，鞭打30。大王，告诉你，1年之内，如若再铸不出顾家要的王者之剑，我就要送他到他师兄那儿去讨教。
建，顾家想进山打猎了，你留在此地好好养伤，等顾家回来。勾践遵命。是。你是干将，大王，我师兄把剑交给你的时候，说过什么？我不是大王，是勾践，是大王的奴隶。虽是奴隶，但越王还是越王，别人不配拥有此剑呐。你是说这剑吗？大柴还行，杀兔就不顺手了。没有风，你有练好的剑吗？咱们换换。练好的没有，没练好的倒有一柄。你是干将，大王，我师兄把剑交给你的时候，说过什么？我不是大王，是勾践，是大王的奴隶。虽是奴隶，但越王还是越王，别人不配拥有此剑呐。你是说这剑吗？大柴还行，杀兔就不顺手了。没有风，你有练好的剑吗？咱们换换。练好的没有，没练好的倒有一柄。大王不妨试试。我不是大王，是奴隶。
这是什么？是剑。剑。世上竟有这样的剑？大王，且试试看。我跟你说过，这儿没有大王，有的只是大王的奴隶。试试就知道了。好硬的家伙！大王，再看看你的剑。谢过大王的宝剑，告辞了。你等等！请教壮士，适才的黑金究竟为何方神物？干将已经告诉大王了，是剑。既然是剑，壮士又为何不助他成行？此剑就如同大王现在一样。一旦显出剑性，干将的死期也就到了。我的行藏巨人连干将也没瞒住。壮士若不嫌弃勾践，我愿帮你个忙，替壮士找个去处，可保壮士一家从此平安无虞。去越国吗？正是。勾践虽然不在，但那边的文仲大夫会为壮士安排好一切。大王一片盛情，干将心领了。黑金虽是宝物，但它也是不祥之物啊。干将不愿让他再给越国百姓招来灾难呐。想必大王也是这么希望的吧？勾践，你一个人的日子不错吧？罪臣不知大王驾到，失礼了。罪臣叩见大王。香。这鱼跟宫里的味道不一样嘛。香。大王要是喜欢，勾践再去抓一条来。大王，这鱼呀，是吃溪里的清水长大的，从里到外没有一点泥土腥味儿。烤呢，要用桉树的树叶，肚膛不能全抛开，火气从鱼嘴里进去，里外一块熟。勾践，部将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啊！我看日后回到姑苏，你不如去御膳房专司烹饪好了。大王有所命，勾践不敢不从。只是勾践除了烤鱼、烤野兔，
做其他的就不那么重吃了。顾家只是随便说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要是真让你到御膳房当厨子，那不是屈了你的才吗？这剑上怎么有个崩口啊？顾家记得上次跟你比剑的时候，此剑是毫发未损吗？回禀大王，这崩口是勾践不小心弄的。怎么不小心啊？我拿它砍柴呀，不小心就剁在了石头上。大王，都怪勾践鲁莽。勾践没想到，吴国的石头比越国的剑还硬。勾践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会说好听的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吴国的石头比越王的宝剑还要硬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话顾家爱听，爱听。看来吴国比宝剑硬的石头不多嘛，偏偏让你碰上了。是运数吗？勾践哪还配谈运数啊？大王说笑了。停下！去姑苏台。大王有令，已驾姑苏台。大人，公孙举派人送信过来了，那个灵玉，就是越国王将林姑孚的女儿。果然让老夫猜着了。如此，大人的谋划可以再进一步了。你去吧。哦，大王要召见齐国的使臣。先生，你的机会来了。这相国府里的主菜还对你的胃口吗？与太宰大人相比，虽然同是楚菜，但在下更喜欢你这里的味道。我这儿什么味道？绵长不绝，温柔敦厚。温柔敦厚，绵长不绝，算你还有良心。
我以为你做了相国府上的贵客，把我这儿都忘了。太宰大人是越国的恩人，在下怎敢一时或忘？说到相府的贵客，以在下的身份处境，这“贵客”二字，也只好用于聊以自嘲罢了。你毕竟还多了些自由嘛，否则我要找你来，也没那么容易。大人说的也是，既然如此，就为相国大人干了吧。我听说相国大人最近在府上练起了女兵，而且所用的都是越国的贡女，不知他究竟想干什么？在下虽身在相府，但对府中发生的事实在是闭塞得很。大人见问，在下还是第一次听说练女兵。这是先吴王时孙武将军创举的，在下记得武相国好像也参与了。那时候我刚来吴国，虽未参与，但也有所耳闻啊。那都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。武相国旧梦重温，恐怕不单单是为了怀旧吧。大人言之有理。可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名堂，在下一时也猜不透。我总觉得此事可能与你们有关。啊，你既在相国府中，凡事还要多加小心啊。大人对在下的拳之情，在下深明五内，永志不忘。我是爱你的才尽你的意，仰慕你的人品才这么做。为了你们越国的事情，武相国几欲与我势不两立，我也难呐。但愿你和勾践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啊！大人尽管放心，越国绝不会让大人失望的。不失望。也许你的心意不假，可话就说大了。敢问大人，越国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？对不起我是小事，可我辛辛苦苦又为了谁呢？还不是为了你们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为了那个西施的事儿。说好了要送过来的，我就一心一意的等着。可临了竟告诉我，说西施跑了。你说说这叫什么话？啊，连一个女子的事情都办不好，让我怎么来信任你们呢？西施？敢问大人所言之西施，是个女人吗？怎么这事儿你不知道？我还以为你清楚。在下来吴国这么久了，对越国的事情一直疏于了解。不过既然如此，大人，晋国特使到了。知道了，请特使稍后。西施的事儿回头再说，我先陪晋使去见大王，你不要走，先等我一会儿。在下还是先回相府吧。哎，武相国不是待你以势礼吗？何不索性就享受一下士的自由呢？再说，咱们难得一聚，我还想听听你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呢。国使，你认得此人吗？不认识。你可能不认得。
但是他的名声，你早有耳闻了。哦，越王勾践，他就是越王勾践。嗯，在下可否？嗯，国使欲言又止，是不是想上前与之见礼啊？老夫没有异议，请吧。在下持国家大礼而来，岂能为此荒唐之举啊？一时好奇，倒惹得相国大人见笑了。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久闻勾践乃人中之杰，今日一见，却是盛名之下，其实难服啊。正所谓，落难的凤凰不如鸡，也许就指的是勾践的这种情形吧。你说他落难可以，但是你要是把他比作一只落难的公鸡，老夫不敢苟同啊。好，请国师。赵大夫，认得此人吗？昔日的越王勾践。晋国赵鞅见过越王。武王麾下，罪臣勾践不敢当贵人如此大礼。武相国，晋使赵鞅有礼了。国太宰，七使鲍熙有礼了。鲍熙奉齐公之命拜见大王，大王万寿无疆。赵鞅奉晋公之贺拜见大王，大王万寿无疆。好，多谢齐公和晋公，请转告二位贤君。孤家是仰慕已久，不远之将来，孤家一定会亲赴中原拜会二位贤君，共商天下大治之计。多谢大王盛情。我来看看你。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范蠡也来了。凌玉不在范大夫身边了，相国府的人要我们侍奉来访的齐国使节
吴王在此召见骑使，我们就跟着来了。那你快去侍奉骑使。这会儿吴王正在宴请骑使，相国府的人都跟着饮酒作乐去了。我帮你提水吧。放回去，回你该去的地方。这儿不需要你。就让我在你身边多待一会儿吧，别赶我回去。你不该离开越国，吴国，你不该来。我。马爷见谅，勾践正要取印马，快去吧。他留下。马爷见谅，她是相国府的侍女。你要是我知道，越国来的宫女吧，到了我这儿，就算共工马爷了。嘿，小马挺有野性的，马爷我就喜欢骑上一件有野性的马。勾践恳求马爷发发慈悲。放了这小女子吧，如有得罪之处，勾践愿意做牛做马，加倍的偿还。马爷，你算什么东西你？你也配来求我？你给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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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！你给我放开我！大王，救救我！回来吧你！你再叫啊！我还没走远呢，他能听得见。你叫他，我先收拾他。你叫，你再叫！哼！听见是不是？我马爷是怎么销售你的？放开我！大王，救救我！大王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王，大王，救救我！大王赐给你的剑，怎么能随便就丢了呢？嗯？我猜你是怕控制不住自己，
情急之中，冲进去把那个家伙杀了吧。勾践不敢。那，你适才的所作所为又是何意？我倒是要请教了。大人见谅。勾践求不进女色。我是听不得那种声音，所以才听。酒不近女色。你的夫人不是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吗？剑内入吴以来，以为大王侍寝，勾践岂敢造次？如此说来，越王对吴国，倒是忠心耿耿啊。嗯。小人参见端科大人。滚！小人遵命。你看什么？打水去！滚！勾践留下，你滚。勾践，你过来。你看看，你好好看一看，他可是为你才受的难。难道对此你就无动于衷吗？勾践是奴隶，奴隶必须服从主人。服从主人？好一个服从主人！你身上还有男人的血性吗？大人做的事，勾践愿受责罚。责罚？哼！我怕脏了我的手。哼！你还要跟他走吗？我可以成全你。相爷那儿，我去说去。相国有事请讲吧。齐国使臣是奉了他们国君的秘密使命前来，适才在宴席上当着晋国使臣的面不便明言，因此请老臣转奏，请求单独面见大王。是不是还是想说服孤家不要引兵北上啊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孤家就不见了。不是为了这个。那是什么？大王见了就知道了。怎么没见齐使下山？我听说
相国大人安排了骑使与大王单独见面。哦，是这样。那我们晋国不是又落下风了？听赵大夫的口气，像是后悔与在下结伴上山了吧？事到如今，后悔也晚了，所以我只好又同太宰大人结伴下山。吾君敬慕大王才德，愿以公主侍奉大王姬肘，结贵国之姻亲，蒙两家之睦好，愿大王许之。是这事儿啊。顾家，大王，齐国公主美丽贤淑，鲁君、宋君都曾重礼来求，相信大王一定有所耳闻吧。但毕君一心要把公主许与大王，由此足见毕君对大王的敬重了吧？贵君如此拳拳之情，顾家心领了。贵使先请回吧。骑使这次出使的真正目的是要嫁公主给大王，使吴越两国联姻。这是我刚从姑苏台得来的秘密消息。联姻能阻止大王北上与齐国争霸？没那么简单啊，但也不可轻视。齐吴两国一旦结成了姻亲，别的不说，至少大王的身边多了一个替齐国说话的人。倘若公主再得到大王的宠爱，那就更难说了。依大人之见，该当如何？我有2条计对付齐国。其一，我已说动了晋使，让他以晋国太子的名义向大王求娶公主。公主是大王的掌上明珠，一旦云婚，那么起码晋国的分量就不会比齐国的轻了。其二嘛，那就要看你们越国了。大人尽管吩咐，需要什么，越国定全力以赴。别的我也不要，我就要一个西施。我就想早一天的看见她，看看她到底有多美。大人屡屡言及西施，范蠡定当竭尽全力，让大人早日如愿。只是关于这个西施，范蠡向无所闻，还请大人将这个女子的情形告知一二。你想了解她，去问勾践吧。不过，据我所知，勾践也只是远远的见她一面。范大夫来了。范蠡拜见夫人。请吧。
季大夫，你在这儿啊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可没觉得有什么好。季大夫是看不惯我身上这身华服吧？老实说，他还真给我带来不少方便呢。为了方便，你怕连自己是谁都快不知道了。季大夫，大王，微臣想得好苦啊！主公回来了。范蠡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对大王说什么？你怎么敢如此称呼大王？对大王如此不敬，如此无礼！季大夫，你听我说。我不用听你说，看你的所作所为就明白了。做了伍子胥的座上客，又跟伯嚭套上了老交情，出入自由，衣食无忧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还知道你是谁吗？你看看你这身打扮，举止做派，你哪是陪大王来吴国受难？你纯粹是在炫耀自己。季大夫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季大夫，从今往后你也要记住，我不是大王，我只是吴国的一个奴隶。大王，我不是大王，我是奴隶。臣记住了。你没记住。这只有勾践、季尼、范蠡，没有君臣。季尼遵命。你先回驿馆去吧。季尼告退了。听伯嚭说，伍子胥把咱们进贡来的女子都编成女兵，每日操练不辍。不知他又在打什么主意？我今日在姑苏台见到灵玉了。灵玉在姑苏台？相国大人对这样的女子还真是照顾啊。如此下去，我担心她早晚会出事。你的相府可能的话，对她多留心吧。我知道，主公还有别的吩咐吗？西施。西施。听伯嚭说，伍子胥把咱们进贡来的女子都编成女兵，每日操练不辍。不知他又在打什么主意？我今日在姑苏台见到灵玉了。灵玉在姑苏台？相国大人对这样的女子还真是照顾啊。如此下去，我担心她早晚会出事。你的相府可能的话，对她多留心吧。我知道，主公还有别的吩咐吗？西施。西施。
这件事，我该事先跟你商量的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主公此言从何说起？在下一直还不知道西施是谁，你就是同我商量了，我也不能。他是谁？你知道？我一说你就知道了。我知道。主公请讲。还记得离开越国那一天，谁送你上船的吧？是他。他就是西施。说实话，做出这个抉择的时候，我也很矛盾。我要救灵玉，我也想给越国多留些年轻的女人。我要说服伯嚭，就只有把她拿出来牺牲了。我这么做是否不妥？主公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而已。只是这个女子西施，她愿不愿意为越国做出牺牲，这还很难说。我们当中，你应该是最了解她的。你觉得她会来吗？其实我并不了解她，她对于我来说也是个谜。就算你跟范蠡是挚友，那我也要提醒你，他的行为出格了。如果不是别有用心，那也是忘乎所以。国难当头，更应该极力维护大王的军威。何况范蠡号称文韬武略，越国第一，又岂能连这点点道理他都不懂吗？他明明是……你既然承认范大夫文韬武略全国第一，就应该明白他如此苦心孤诣是为了……我哪承认他是第一了？我说的是号称。承认也罢，号称也罢，总不是无中生有吧？那么你想想看，你也明白的道理，我也明白的道理，甚至越国普通百姓都明白的道理，范蠡又岂能不明白？既然明白，他为何又偏偏反其道而行呢？季大夫，恕我直言，你不但不了解范蠡，你更没有明白大王的良苦用心。我怎么不明白啊？好了好了，今日暂不争论，办正事要紧。哦，对了，大王怎么说？大王还是让我们尽快找回西施。这个西施啊，我信她是个忠信女子，可她却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把我们系于掌上，真是……这还不是你们自找的？西施明明是一个山里的女子，你们却把她当成公主一样捧着供着，就连你文大夫也相信，一个女子能挽救越国吗？我真不懂了，难道你们是被亡国的苦难给压垮了吗？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！你是说谁回来了？西施，西施，是西施！天主，天咒安爷啊！季大夫，别说你不懂了，我也不懂了啊！不懂怎么还那么高兴？更加看不懂了，看不懂了。大人，小人奉公孙将军之命拜见相国大人。这是将军从越国带回的贡品清单，请相国大人查验。
越国近来的情况怎么样？禀相国大人，越国民情顺服，管理国事的文仲按时夜见公孙将军，通报国情，请示大事，贡品也能及时奉交。公孙将军请相国大人放心。还有，越国新近得到一名女子，叫西施，准备隆重献给大王。此事是由太宰大人经办，将军不知大人是否已经知悉？你们见过这个叫西施的女子吗？禀大人，那个西施，公孙将军见过一面，回来称赞不已。小人却没有见过。是你啊？他们要我来侍奉大人。坐吧。你我一样都是相府的奴隶，奴隶之间就不必拘礼了。坐。小女日间不识轻重，给大人添麻烦了吧？可是，你想过没有？以你的身份，万一要是发生什么不测之事，我们怎么帮你呀？这不是又给大王平添了一份忧心吗？而且，大人，小女既然来了，无论怎样，绝不会给大王和您再添麻烦了。这只是你一厢情愿。树欲静，而风不止啊！大王汝驾光临，老夫幸何如之？相国盛情相约，顾家岂有不至之理啊？更何况相国还说有精彩的表演给顾家看，那更是得来了。表演是准备下来，精彩不精彩，那要看大王喜欢不喜欢了。哎，什么精彩表演？我也不知道。玉，老相国，酒过3巡了，你给顾家准备的表演该开始了吧？大王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兴许太宰大人还记得。不记得了。莫非今天这个日子对大王很重要？对吴国重要的日子，对大王算不算重要呢？当然重要，但不知今天。老相国，到底是什么日子？你就不妨直说吧，
何必弄此玄虚啊？哦，大王恕老夫不敬，这个玄虚嘛，就容老夫再多出一会儿。待会儿表演开始了，看看谁能够破了老夫的这个玄虚。哈哈哈哈哈！祝大王万寿无疆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表演还没开始，就已经先声夺人了。相国果然是匠心啊。不过，相国的玄虚，孤家已猜到了。大王请讲。今日是孙武将军的阴寿忌日。大王果然英明。这样，老夫的这杯酒可以敬了。孙武将军与我吴国居功至伟，先王曾誉为辅国第一人。老相国说的有理。今日对我吴国的确是意义非凡。孤家也敬孙武将军一杯。大王可以看表演了。孤家也正想看看，相国所练女兵，是否比孙武将军的部下更胜一筹。慢，大王，臣对此表演有所不解，正想请教相国大人。请讲，大王请坐。相国大人为了纪念孙武将军，操练女兵为王演武，以为娱乐，这本没有什么。但是令在下不解的是，相国所练女兵为何都是越女？什么？她们都是越女？是，她们都是越女。相国，你这是……既然越国已经臣属于吴国了，那么老夫用越女或者用吴女还有什么不同吗？何况这些越女都是越国经过精心挑选，据说是太宰嫌这些越女们不够漂亮。老夫见的美人不多，倒是觉得这些女人蛮漂亮的。更何况这些越女都已经归属于大王，再把她们送回去，与大王的名声恐怕不利。是以老夫斗胆将他们留下，训以兵法，操以军事。一是以此来纪念孙武将军，二是老夫想换一种方式让他们来侍奉大王。老夫本意是想讨大王一个欢喜。大王难道不喜欢越女吗？至于太宰所说的困惑，莫非也是对你要来的这些柔弱女子放心不下吗？在下的意思。你不该这样。我要杀了他，既不是为了越国，也不是为了勾践。杀不死他，我死就好了，绝不会牵累你们。放开他！不是为了越国，不是为了勾践，那你为何要杀孤家？为了我父亲。你父亲？谁是你父亲？我父亲是越国大将军林孤福。林孤福？你是林孤福的女儿？
我是。醉里之战，林姑夫伤了我先王，致先王因伤而死。焦山之战，顾家抓了林姑夫，砍了他的脑袋，一报还了一报，此愿已经了结了。怎么？你还想报仇吗？大王的恩怨已经了结，可灵玉的恩怨还没有了结。我来吴国，就是为了复仇。你的兄弟呢？我的兄弟都战死了。林姑服不怎么样，他的女儿倒是忠烈。好，顾家让你死的瞑目，来人，给他剑！顾家赐你这一剑，让你得偿心愿。来吧。怎么？你不敢了？大王如此大义，灵玉的恩怨已该了结。可灵玉要用先父所赐的剑。到！还有谁要报仇？都站出来！为你们的父亲，为你们的兄长，为你们的越国，为你们的王，来呀！来刺顾家！有胆量就来吧！用你们的矛，用你们暗藏的剑来刺啊！我看你们谁杀得了顾家！你的剑呢？我没有剑。没有，你有，你的剑就在你的心里，顾家替你找出来。你的剑呢？你来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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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勾践。大王要走了吗？勾践该死！罪臣勾践拜见大王。勾践，这些就是你进贡给顾家的越女。他们刚才谋刺顾家，几乎得手。谋杀大王，这怎么可以？勾践有罪，勾践该死。这些女人虽然不是勾践亲自挑选的，但她们犯下如此大逆不道、弑君叛主之罪，勾践实有不可脱卸之责。罪臣勾践愿受重罚。
重罚？重罚就够了吗？勾践自知罪不可挽，唯望大王念罪臣赎罪尽忠之心，给勾践一次机会。勾践必令文仲查清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将牵连者一并法办。勾践向大王保证，越国今后不会再有谋反叛逆之举了。哼，你保证？你保证得了吗？勾践若不能制止越国反叛之举，相国大人可拿勾践抵罪。抵罪？你保证不了，拿你抵罪又有什么用？如果你真的能够保证，今日之事你就难逃罪责。大王，今日之事足以说明越人对于大王、对于吴国的仇恨是何等之深。面对如此的事实，大王难道还会相信越国真的会降顺于吴国吗？越人尚且如此，那作为他们的王勾践，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？难道还用得着老臣再说吗？大王，恕小臣斗胆，小臣亦有一言尽于大王。讲。日前骑使来访，小臣受命选了几名越女去侍奉骑使。适逢大王在姑苏台宴见骑使，几名越女也随行去了姑苏台。可就在大王设宴那天，这个王将之女林玉却突然失踪了。大王可知她去了什么地方？她到马厩去见勾践了。勾践，可有此事？有。那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大王，罪臣范蠡有话要说。灵玉刺杀大王，范蠡与勾践难辞干系，但此事的策划之人却是相国大人。太宰大人本已将这些越女发回越国，却是相国大人派兵又将他们追回。灵玉的身世，以武相国之精明，料必早已知道，但是相国大人却特意把她留了下来，并派作女兵的首领。今日所谓纪念孙武将军的表演，其实是相国大人特意给灵玉一个接近大王的机会。是以今日之事虽是越人所为，却因相国而起。越国君臣不敢脱卸罪责，唯望大王明鉴。你的意思是，今日行刺之事，武相国是主使啊？那孤家问你，武相国要行刺孤家，目的何在？这个，罪臣不敢妄夺。你必须说。倘若说不出个所以然，那你就是对武相国的诬陷和诽谤。即便是武相国不追究你，孤家也绝不会饶过你。大王非要臣说，那臣只有斗胆对相国大人冒犯。依罪臣之见，相国大人之所以策划灵玉谋刺大王，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，而大王错了。何以见得？越国战败，
大王秉武帝之人承三王之德，对越国破而不灭，对越王视而不杀，致使越国君臣感恩戴德，诚心归降。从此东南一域尽属吴国，大王霸业由此立基。但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人之好恶尽有不同。贵国相国大人乃是范蠡忠心钦佩之人，不知为何，贵相国大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越国会归顺，也不相信越王会臣服，争执至今，眼看越国归顺已是不争事实，越王臣服已为所有的吴人所目睹，唯独相国大人仍固执地认为越国是吴国的心腹大患。正是为了向大王证明这一点，才训练这些越女，变普通女子为兵士，才有了今日的意外。大王，再好的道种，也会长出别子，更何况一个国家呢？好一个范蠡！老夫把你收入相府这么久，今日才第一次听到你施展辩才。好，既然今天你愿意为越国一辩，那么老夫且问你：你们君臣已经知道了灵玉的身份，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把他进宫？进宫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进宫吗？如果灵玉真的进了宫，今天的后果可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再有，灵玉行刺，是你适时出手阻止了他的图谋，在外人看来，今天你是救主大王的忠臣呢。这也正印证了适才你的诚心归顺臣服的表白。可是你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老夫的眼睛。事发之前，老夫一直在观察着你。其实灵玉一出现，你就知道有事要发生了，所以那个空杯子你才会一直把它握在手里。然而，你始终不声不响。到了最后的关头，你才决定弃灵玉而保大王。那么我问你，如果真像你说的，你早已经一心一意地归顺臣服了，那么今天你为什么不可以早一点地站出来向大王示警呢？相国大人言之做作，范蠡不能不钦佩。的确，罪臣是犹豫过，可是我之所以犹豫而未能及时向大王示警的原因，相国大人真的希望我说出来吗？老夫正是想听你说。大王，事发之前，罪臣并不知道大王有暗甲护身，是以那个时候，罪臣一直在想，相国大人究竟何以要拿大王的性命作为赌注？倘若灵玉一击得手，那结果，莫非相国大人为了除掉越国，竟决意连大王的性命一并除掉吗？臣正是因为一直想不通这一点，所以你想挑拨大王对老夫的信任吗？罪臣不经之言，本无意公之于众，得罪了。大王，以诚拙见，范蠡之言虽属不经，但相国大人之所为，也是颇为让人费解。哪有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，竟置大王的安危于不顾呢？太宰大人，你就一厢情愿地去讨好越国吧。相国大人，好了，老夫
夫之所作为，你如何能理解？大王，老夫承认，今日之事，确是老夫有意促成。老夫的本意就是希望大王能够好了，相国不用再说了。相国，今日之事，孤家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、亲身经历，越人刺的伤口现在还在孤家身上。相国放心，凡是与此事有牵连者，孤家定不会放过。老夫听得出来，大王是在生老夫的气，甚至是在怨恨老夫。老夫愿意为此事受大王的责罚，大王就是罚得再重，老夫也绝无怨言。老夫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只要大王能够警醒，能够意识到深藏在越国君臣百姓心中的那种复仇之志，能够意识到越国对于吴国终究是一个危险的存在。如果能够这样，老夫就是死了也无怨无悔。怎么？孤家在自己家里被人伤着了，还不能生气？生气归生气，可是也不至于被气糊涂。是忠是奸，孤家自有判断。勾践，此次你的罪，暂且记下。下次越人，如敢再有反叛之举，孤家定不饶你。罪臣谢大王洪恩，勾践保证，越国不会有再下一次了。这些越女怎么处置啊？听凭大王发落。孤家要你亲自处置。勾践遵命。勾践，这些人当真都归你发落吗？大王亲口所许，勾践绝不敢有半句欺瞒马言。你是不是看他们可怜，不忍心杀他们吧？有点儿。勾践大胆揣测，我想，大王他也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才斗胆把这几个女子送到马爷手里。你怎么知道大王也是这个意思呢？大王有好生之德。勾践这么大的罪过，大王尚且视而不杀。这几个女子送给几位兄弟，为奴为婢，岂不是要比杀了要强？但是，要是日后大王怪罪下来怎么办？啊？
大王怪罪，自有勾践一个人顶着，绝不牵连马业与各位兄弟。行，马爷我就称你这个情了。马爷，听好了啊！头2个给马爷留下，剩下的归你们了。为什么要带上他？老夫要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，到底能坏我几次。到姑苏城还有多远？听吴兵队长说，再有1个时辰就到了。你在大王的面前诋毁老夫，以功为实，这一招很毒啊！在下实乃情非得已。相国大人一意要置我君臣于死地，在下只是为了生存，不得已才这么做。虽然你们赢得了这一回合，但是老夫要杀掉你们君臣也并不是什么难事，这个你应该知道。杀掉我们不难，可要想名正言顺的杀，并不容易。老夫现在犯愁的，并不是名正言顺之难，而是如何才能够杀掉勾践，而留下范蠡。留下我做什么？留下你接替老夫，辅佐吴王，以成霸业呀！相国大人抬举了，在下不配。不是你不配，而是你不愿意。大人既知，何必强求？强求？哎呀，老夫的这一生啊，轰轰烈烈，几件能够称得上是功业的大事，都是经过几番强求才做成的。没有强求，老夫的尸骨现在早都烂在楚国了，哪会有今天？当然，强求势必承担大风险，这个老夫也知道。譬如对你，既然知道你不能够为我所用，就该早下决断，不然的话，老夫将来恐怕要葬送在你的手里。相国大人高看范蠡。哦，过去是我把你看低了，